什么？新冠疫情又开始了？现在排队，全部都做核酸检测。最可怕的是，在对面有一个幼儿园。哎呀，我的朋友们，这2天我们美丽的成都又遭了。所有的平时看新闻的成都朋友们和其他的地方的朋友们，应该都有看到。成都这边前几天发现了3个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染者，就是来自外省的。然后现在立刻马上，成都这边已经开始实行、开始执行一些防控疫情的措施。今天咱们一起出去看一下街上，看一下在外面现在有哪一些措施，这个情况到底严不严重，情况怎么样？但是你们觉得这一次的疫情严不严重啊？你们担不担心啊？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马克说一下。那么如果你们还不认识我，那我来介绍一下自己，我叫马克，我在四川成都，欢迎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视频。如果你们准备好了的话，咱们就直接走吧。真的是有点吓人了。这2天他们公布了这些传染者的去的哪一些地方，真的是去了好多地方，其中有酒店、有火锅店、有好几个公司、有好几个商场、小区都有，现在都被封锁了。这个反应真的是非常快。但是最可怕的是，有好几个地方，好像有3、4个地方都离马克的家不太远，有不到2公里的距离。哇，现在到了第一个地方，是一个居住的小区，这边现在排队，全部都做核酸检测。最可怕的是，在对面有一个幼儿园。哇，好多人，还有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，哇，好吓人哦！还有救护车，旁边就是公安。这拍到这儿了都，哎呀，拍到后面，哇哦！这边旁边还有一个小区也在排队做核酸，一些截图是健康码，做核酸。已经被封锁了这个地方。刚才这个地方就是第2个新冠的感染者居住或者去过的一个地方。然后你们看到了，昨天晚上已经全部封锁了，所有的去过或者生活在里面的人都要做核酸。这个反应非常快，非常有效。而且最厉害的一个事情就是，在周边的一些生活、日常的活动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。这个小区直接被封锁了，然后高风险的人他们就被叫去做核酸检测，其他的人就可以正常的工作、正常的在那边活动。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现在也马上本身要到冬天了，然后我们都知道，冬天的时候这个新冠肺炎的情况都会变得比较严重。包括说最近也不只是在中国，这个新冠的感染者变得比较多起来，在其他的国家现在也都变得比较严重。包括说我们德国那边，现在虽然说生病的人也还是非常多，但是因为打了疫苗的人，他们基本上这个死亡率就会变得比较低。然后刚好幸好马克最近不是去打了中国的这个新冠疫苗的第2针嘛，然后过了虽然说没有14天，但是打了之后还是肯定要安全很多了。所以说这一段时间马克就感觉冬天要来了，要危险起来了。所以这次马克原来的感觉又是对的，又是去打了这个疫苗，所以现在可以算是比较安全的那种人。成都新华医院，这边是新华医院，离我家也是比较近的一个地方。这边也在排队做核酸。新华医院这边应该是这个第2个传染者去纠正、去确诊
这一个地方，所以说它现在也是封锁的，里面的人没有办法出去。我觉得真的是太吓人了。我也记得很清楚，刚好这个新华医院 Marky 上次旅游回来的时候，我也去那边去做了我的核酸检测。这样想想，真的有一点可怕了。你想一下，你只有在错误的时间，在错误的地方出现，然后有别人感染了、确诊了，你自己也完蛋了。现在 Marky 又来到了我最喜欢的新华公园，在这边散会儿步，休息一下。现在是中午了，在这边休息完了之后，咱们就准备回家了，把午饭的这个事儿搞定了。现在已经到我们小区门口了，这边也已经开始严格的实行这些防控疫情的政策。现在进入我们这个小区，只能你自己住在这个小区的人，就是送外卖的、送快递的那些人都已经不能进去了。而且进去之前必须要看健康码，要测你的体温。所以看了这些之后才能进去。到家了，我的朋友们。然后这一次你们也看到了，我们成都这边这个新冠的疫情的情况真的有一点严重，但是这个反应也非常快。前几天才检查出来，我们成都这边有新冠肺炎的感染者，然后今天已经所有的很多小区都封了，包括说他们去的那些医院也都封了，健康码用起来了，然后口罩也戴起来了，所有的成都人都马上准备好了，马上就转型，就非常严格的去执行这些防控疫情的措施。也只能说幸好 Marky 还去打了这个中国的新冠肺炎的疫苗，然后真的很希望这一次会跟前2次一样，2个星期以内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好，都安排好，然后我们可以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生活，让大家都安全。但是我的朋友们，你们附近有没有出现这种感染者，或者怀疑有别人感染了呢？你们觉得这一次疫情是不是比以前要严重一些呢？你们紧不紧张啊？害不害怕啊？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 Marky 说一下。然后当然，如果你们觉得今天的视频还可以，还有点意思的话，希望你们可以帮我点一个赞，关注我一下，和你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 Marky。然后我非常希望在下一个视频又能看到你们。